卧底杀手执行任务却遇上了危险期，恰巧被指挥署新晋最高指挥官抓了去。指挥官用最残暴的刑罚都没能撬开他的嘴，直到一块破旧的怀表从指挥官怀里掉落，杀手脸上这才露出痛苦又惊愕的神情。眼前这个冷酷残暴的指挥官，竟是自己10年前领养放到手心里呵护的弟弟，是他唯一的软肋，也是他用命也要保护的人。此刻刚被抓回来的楚晨在冰冷的审讯室里，正咬紧牙关，忍受着身体内部翻江倒海的灼热与空虚，眼睛泛红的望向墙上刺眼的联合徽章。谁也不会想到，那个令联合署头疼的极狱第一杀手重优，是曾在这枚徽章下历史潜伏极狱整整10年的前最高级别执法官长庚。极狱第一杀手重优，一道冰冷的声音从头顶传来。楚晨抬头看向那位给他设局的指挥官，年轻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重威压，就像是从尸骨堆里爬出来的一般死气沉沉。到任没几天，时间短到极狱都还没摸清他的基本信息，就已经被他重创了好几处基地。徐青微微侧过身，带着探究的目光冷冰冰地落在楚晨的脸上。他突然冷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一个被小心翼翼珍藏起来的怀表，里面没有一面式表盘，只封存着一枚被磨去了编号的联合徽章，还有一张早已模糊不清的泛黄相片。那相片中的人与他眼前被锁在审讯室中的这个异化者一模一样。徐青几近虔诚地用指腹摩擦着掌心那张早已褪色的相片，楚晨看不见他拿的到底是什么，却能看到他眼底小心翼翼的真实。那相片定格了楚晨的少年自意，笑得永远温暖而坚定。那是10年前的楚晨。徐青的目光缓缓从怀表内封存的照片移向眼前的异化者，一模一样的脸，只是那少年意气已经消失不见，剩下的是生死才能淬炼出的冷冽。10年时间，徐青已经从当年13岁的小崽子蜕变成了如今的最高指挥官，让楚晨都认不出他来。而楚晨靠着异化者血脉，还是10年前的模样。徐青端详着那张10年也没有留下岁月痕迹的面容，笑得凄黄。你们极狱该花了多少心思，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你送来？楚晨眉头轻皱起来，头也微微偏了偏，充斥着痛苦的眼神中透着疑惑。他没有听懂徐青的这话，装得不像。徐青的目光从楚晨脸上重新移向自己掌心的相片，他声音轻地生出一丝错觉般的温和，目光却带着蚀骨的寒意。徐青说着，对等在门口的副官挥了挥手，那副官走上前，将一个带着幽蓝色流光的金属颈环递了上来。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到现在还没有几个异化者能扛过来的。徐青接过后，眼神示意副官可以离开了。审讯室大门被关上的瞬间，安静的能听见楚晨的呼吸。他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东西能通过电流强制干扰神经系统，放大所有感知，哪怕身上有一道细微的不见血的伤口，也能被放大出难以忍受的痛。危险期的所有感知也会被放大，还可能会留下神经损伤，出现幻觉和幻痛。楚晨的目光流露出一瞬间不受控制的震颤，他难以置信的抬头看着面前的曲青，这人一身的肃杀之气，显然是不择手段的用极狱的秘密来换活路。曲青缓慢附身，离脸色苍白的楚晨更近了些。最后一次机会，叮的一声，金属坠地的脆响打断了曲青的话，是他手中的怀表，在他俯身时不慎滑落在地。惨白刺目的灯光下，楚晨清楚地看到了怀表中那张褪色的相片，还有那块没有编号且已经被磨损的已然缺失了一角的联合徽章。楚晨的瞳孔瞬间放大，眼中冰冷的伪装骤然被震碎，颤抖的泪水几乎要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他的照片和徽章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最高指挥官的手里？那枚银白的怀表很快就被曲青捡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落地时沾染的灰。哥别看，不值得脏了你的眼。曲青无比珍视地轻抚着那张褪色的照片，声音里透着一丝与他冰冷的模样格格不入的温柔。他没有抬头，甚至没有看楚晨一眼，只是出神地望着照片，而楚晨维持着刚才低头的姿势，凝滞的目光仍定格在空无一物的地板上，银白的发丝遮挡了他的眉眼。曲青看不到他眼中渗着泪，随着阵阵轻颤，挂在睫毛的晶莹泪珠终是坠了地。怎么会？怎么可能？新晋最高指挥官是10年前总是跟在他身后一口一口喊着他哥哥，是他亲手带大的曲青，是楚晨这10年来最害怕牵连却又最渴望再见的人。小渠是楚晨在刚进入执法署的那年，在一次任务时捡到的孩子。小渠那时候才几岁，父母都被异化者所害，他受了严重的惊吓，除了记得自己姓曲，甚至不记得自己到底叫什么。是楚晨给他取名曲青。然而在曲青13岁生日那天，楚晨答应了任务结束就回来陪他过生日，却在踏着夜色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这10年支撑曲青杀到如今位置的唯一信念，便是杀尽所有的异化者为楚晨报仇。曲青从腰后抽出一把闪着银光的短刀，目光同利刃一样冰冷。你们怎么会觉得整出一张跟我哥一样的脸，我就会当真？短刀的利刃抵在了楚晨的心口，只要稍稍一用力，就可以洞穿那隔着单薄衣料的脆弱皮肉。名字、罪行、下一个传染源，还有你们在指挥署的内应名单。曲青冷冷道：以你的权限知道的东西应该不少吧？他看向楚晨的目光那么冷，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厌恶。楚晨的眼半合着，似乎连睁开的力气都已经尽失。他不是没有被俘过，也不是没有受过刑，但没有一次能比此刻更煎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刑罚了。曲青看向他时眼中的厌恶，就足够将他寸寸凌迟。楚晨低垂的视线恰好能看到曲青握着刀的手，再没有什么比曲青眼中的恨更让他痛不欲生。楚晨微微偏过脸颊，将那被悲哀浸透的眼转向背对曲青的方向，咬紧了唇，将所有支离破碎的哽咽都强行咽下去。我对你们这些异化者向来没有多少耐心，你最好珍惜机会。曲青随手将那短刀扔在了一旁，将另一只手中的锁环掰开，掂量了一番。前2天有个异化者在这东西底下撑了一整晚，什么都没说，我还以为他多能忍，结果第2天去看的时候，人早就疯了。曲青用无比平淡的语气说着最残忍的话：我把他放了，他从30几楼就那么跳了下去。曲青眯起眼，你们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连受伤了都需要摄入人类血液才能进行修复，但他甚至没等到我下去给他找点血就断气了。残忍至极的话，
话从瞿青口中轻飘飘地说出来，仿佛只是碾死一只蚂蚁那么微不足道。楚尘满是痛楚的目光缓缓抬起，40连看向瞿青都异常艰难。楚尘还在瞿青身边的时候，把小瞿养得很好，从未让他接触过那些黑暗和杀戮。可他干干净净养大的孩子，现在却双手都沾满了鲜血。瞿青拿着锁环走到楚尘的面前，伸手强行扼住楚尘的下颌。然而他抬起那张脸的时候，却又似乎想起了什么，情不自禁地将动作放轻了几分。哪怕打心底里不相信，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会在看到这张脸的时候晃了神。一个异化者也敢顶着这张脸出现在指挥署。瞿青抬起楚尘的面颊，伸手轻轻摩擦着他眼角的泪痕，他的声音轻轻的，不算太冷，倒是有些错觉般的温柔。然而他话音未落，另一只手已经将锁环牢牢扣在了楚尘的颈脖，紧缩的颈环带来强烈的窒息感，几个凸起的金属点有一个点，恰巧在楚尘后颈因处于危险期而异常脆弱的腺体上。重优想来你应该也没有那么容易招，那我们就不废话了。瞿青说着，放开了捏着楚尘下颌的手，往旁边控制器走去。猩红的按钮在空空荡荡的墙上尤为醒目，哪怕楚尘不刻意去看，也仍旧没有办法不注意到瞿青离他越来越近，伤痛会被放大，心痛也会被放大。楚尘自知他承受不住瞿青眼中的恨，不，瞿青，你不能！楚尘被手铐锁在扶手上的腕子剧烈的挣扎起来，那双手紧紧攥拳，拼尽了全力。异化者的身体机能远强于人类，但也不是这些特制金属镣铐的对手。楚尘挣不脱，反而因为挣扎手腕被勒出深深的伤，颈脖锁环的存在感也愈发明显，他连呼吸都在发抖，心跳的咚咚声愈来愈烈。这种神经刺激是能把人活生生逼疯的，虽然看似算不得血腥，却比任何刑罚都要狠。身体的伤或许都还能忍，但危险期的种种反应，还有他在面对瞿青时那无法控制的痛彻心扉，这一切的一切又该怎么去熬？重优，我说过了，我的耐心很有限。瞿青似乎连待在这里都只觉得恶心，他看了一眼时间，从我按下这个开关起，给你1刻钟，要是你还是什么都不说的话，我们就明天再见。那1刻钟是他给楚尘的最后机会，否则经过1晚上的酷刑，或许就连想说都没有命再说出口了。这些天瞿青抓到的异化者，没有一个能活着在他手里撑过3天，他似乎也并不在乎有没有获取更有用的情报，仿佛只是顺手多杀了一个异化者，对他来说也算得上是件好事。楚尘不再挣扎，他抬起头，就那么静静地看向瞿青，那双浅色的眸子满是悲戚，似乎带着无声的哀求，又似乎早已绝望，再不能奢求些什么。瞿青将视线从那张脸上挪开，不再耽搁，修长的指尖轻按在那暗红的按钮上，随着滴的一声脆响，楚尘颈脖的锁环亮起更刺眼的光，全身的痛都开始翻涌叫嚣起来。楚尘能感觉到颈脖间传来被扼住咽喉的窒息感，身上的每一寸血肉都开始不要命的痛起来。他拼命想咬紧牙关，将所有声音咽回去，但身体的本能反应根本无法控制，破碎的呻吟和压抑不住的呜咽从齿缝中溢出。瞿青站在几步之外的控制器旁，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他环抱着双臂，指甲却无意识地深深掐入了自己的手臂皮肉。明明应该恨的，对所有异化者都同样痛恨，但他在看到那张脸的时候，心脏如同被狠狠攥住，带来尖锐的窒息感。他不忍去看这张脸流露出如此痛苦的神色。楚尘的痛苦是克制的、隐忍的、不动声色的，1刻钟不久，但却被痛苦拉扯得无比漫长。楚尘在最开始的剧烈挣扎和痉挛之后，竟是没过多长时间，动作幅度诡异的减小，绝不是痛楚减少，而是他在拼命克制徒劳的挣扎。楚尘的身体仍旧在神经剧痛的刺激下剧烈的颤抖着，但他的头却微微扬起来，那涣散无比的目光，最终是艰难的斗舞，执拗的斗舞，坚定无比的斗舞，投向了审讯室前方白墙上那枚反射着冰冷光芒的联合徽章。似乎那早已被模糊了的信仰，是唯一能叫他熬过酷刑的支撑。他坚定的目光只让瞿青更加烦躁。说啊，说了我就给你解脱。瞿青的声音透着一股子狠劲，让楚尘陌生无比的狠劲。他挡在了楚尘面前，拦断了楚尘看向联合徽章的涣散目光。楚尘被迫望向挡在他面前的瞿青，看清了瞿青满眼的恨意，比刑罚更难以忍受的痛楚在心底无声蔓延。他多想像从前一样叫一声小瞿，告诉他我是哥哥，我回来了，不会再走了。可他不能。楚尘卧底10年，走到今天的位置，是靠着无数人用命托举起来的。他卧底失败，就意味着那些人白死了，就意味着这10年所有人的付出都付之一炬，而且他还会将瞿青牵扯入这漩涡之中，给予不会放过他这个叛徒，也不会放过他接触过所有可能的知情者。颈脖间电流带来的灼烧感和体内的剧痛混杂在一起，后颈最敏感的那一点，早已被刺激的连呼吸牵动起的痛都承受不住，异样的感觉在每一寸血肉之中蔓延，独属于异化者危险期的脆弱被无限放大。瞿青不屑于用信息素压制异化者，此刻的审讯室中也几乎没有他沉香信息素的味道，但在剧烈刺激之下的楚尘却仍旧感知到了那若隐若现的奇难沉香气息，浓烈甘醇的木香中混合着柔和的甜香，清冽无比。Alpha 本能的强势被危险期的连锁反应压制，竟是生出想要被这沉香气息浸透的卑劣冲动。然而也仅仅是一瞬，楚尘涣散的视线余光看到瞿青手腕上挂着的银色怀表，错觉般的渴望瞬间被现实击得粉碎。那是瞿青啊，当年他看着长大，总是跟在他身后，一口一口喊着他哥哥的小瞿啊。楚尘才捡到瞿青的时候，他还没有半人高，但却还是会在楚尘执行完任务拖着一身疲惫回家时，搭着凳子给他煮一碗面热一碗奶。那时候他抱着小瞿，才会有自己守护那万家灯火的时代，才会有能撑下去的动力。1刻钟大概是早就过了，但楚尘什么都没有说，瞿青也没有离开。楚尘的挣扎颤抖已经微弱的不成样子，过度的痛苦似乎已经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只有时不时间歇性的猛烈抽搐，仍旧能证明他持续经受的痛苦。他眼睛半合着，长长的睫毛上挂着细小的泪珠，脸颊上有液体随着身体的颤抖滑落下去，但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汗，哪些是泪，哪些是血。瞿青显然已经彻底失去
去了耐心。如果不是急于第一杀手的权限实在太高，有价值的情报实在太多，他或许早就下了死手。但瞿青现在却只能烦躁地反复摩擦着掌心的怀表，看向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楚尘。突然，他像是看出了什么，瞿青走到楚尘身侧，突然抬手按向楚尘后颈被锁环覆盖的位置，不受控制的垂死挣扎出卖了楚尘。哈，危险期啊！瞿青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轻蔑地笑了笑，心底里最后一丝尊严支撑着楚尘强行伪装，不想让自己在瞿青面前失态至此。但危险期和锁环叠加后的敏感，根本经不起这样的触碰。瞿青突然释放出自己的奇男沉香信息素，那清冽的木质香在整个审讯室内蔓延。虽然不是刻意的压制性信息素，但在锁环的刺激之下，却已经让楚尘濒死般的不可承受。Enigma 信息素绝对的压制，哪怕是不在危险期的安抚，也不得不臣服于 Enigma 的信息素之下。而此刻的楚尘就更是没有丝毫反抗的可能。楚尘骤然睁大的眼被痛苦占据，然而那双眼望向瞿青的时候，痛苦之中却又潜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愫。他的小瞿是 Enigma， 很厉害啊！楚尘的负隅顽抗，让瞿青眼中的怒火燃烧得更彻底。这些异化者坏事做尽，凭什么还要在这里做出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他们就该被碎尸万段！你们急于的下一步计划到底是什么？又想要害死多少人？瞿青的声音透着无边的恨意，说啊，你说啊！楚尘在剧烈的痛苦之中几乎要陷入昏厥，剧烈的痛苦和熟悉的信息素将他拖入恍惚，眼前穿着指挥官制服的肃杀身影和记忆中那个会跟在他身后软软叫他哥哥的幼小身影不断重叠。哥哥，你为什么要去执行那么危险的任务？留在家里陪小瞿不行吗？我以后一定要保护哥哥。小瞿等哥哥回来切蛋糕。记忆中那个小小的身影在早已恍惚的楚尘眼前出现，小瞿会笑着跟在他身后叫他哥哥，会注意到他的任何细微的负面情绪并给予他安慰，会说以后长大了也要保护他。可10年前的楚尘是死在了那次任务里的，那次任务全组执法官无一幸免，被从未露面的给予领袖设计暗杀，楚尘也没能逃脱。然而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一半是异化者的血，他是在队友的血泊之中，靠着其他人的鲜血再活一次的。他这辈子都要记得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必须记得。异化者血脉觉醒之后，他开始了10年的卧底生涯，再没有见过瞿青一面。其实那时候他是有些庆幸的，作为执法署暗网最高执法官 S01 的时候，他每天最怕的就是瞿青会因为他结下的仇被异化者盯上。那段时间他甚至连睡梦中都时常会被瞿青遭到报复虐杀的噩梦吓醒。他卧底给予之后，瞿青和他再没有什么关系。最开始他的确是庆幸的，但后来他其实也怕瞿青会恨自己丢下了他，怕那么小的孩子照顾不好自己，挨了受冻了怎么办？但他回不去啊！楚尘记忆中的身影和眼前冷厉的指挥官身影逐渐重合，那小小的身影在质问着他，当年为什么不回去？而冷冰冰的指挥官审视着他，要他说出给予的秘密。楚尘在身心的双重痛楚中发出一声濒死的微弱呜咽，被锁住的双手拼命想要抬起，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触及眼前的身影。不，求你不要再问了！楚尘在痛楚中脆弱的偏头，汗水如湿了他额前的银白发丝，他支离破碎的祈求着，却也不知道是在求眼前这个瞿青，还是幻觉中那个叫着他哥哥的孩子。可酷刑没有停，质问也没有停。楚尘原本就已经在落入陷阱的时候受了很重的伤，而异化者虽然身体机能被强化，但受伤后却几乎没有主动修复能力。想要修复这种几近致命的伤口，就必须摄取新鲜的人类血液。楚尘被抓后当然没有机会摄取，现在在锁环的折磨之下，就更是已经濒临了极限。他终于是在支撑不住，一口鲜血从嘴角不断溢出，涣散的眼神再无法聚焦，头也斜斜倒向了一旁。瞿青的心揪紧的发痛，他甚至未做思考，就已经按向了旁边控制器的停止按钮，然后快速冲过去解开锁环。楚尘浅色的瞳孔涣散无比，他只能依稀看见瞿青那英气的面容离他很近，很浓的奇男沉香气息和鲜血的味道。他本能的想要瞿青的信息素，而重伤之后的求生本能又让他无比渴求瞿青的鲜血，想要被标记，想要撕咬开血肉。他想靠近瞿青，却四肢和颈脖都被锁住，根本就动弹不得，只能无助的挣扎挪移。瞿青显然注意到了他的动作，注意到了楚尘想要靠近他，那双写满仇恨的眼中出现了一丝明显的厌恶，叠顶着这张脸流露出这么恶心的表情。瞿青的声音冷到了极点，他对异化者除了恨之外，向来没有多少其他的情绪。可眼前的这个异化者跟10年前就离他而去的楚尘长得一模一样，哪怕深信这只是刻意效仿，他也还是会控制不住的被牵动情绪。楚尘那双蒙了泪的眼带着本能的贪欲看向他，如同沙漠中濒死的旅人望向救命的甘霖。瞿青冷冷看了他很久，最后捡起地上的短刀，皱着眉划开了自己的掌心。他握拳挤压出血水，送到眼神已然迷离的楚尘唇边，喝下去。瞿青的声音依旧冰冷，却带着些隐晦的后怕。他这些天已经审过不少异化者，扛不住刑罚没命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稀奇，但他不想这个异化者死在他面前。他也惊奇于自己为什么会在面对重幽的时候不一样，是因为这张脸，还是因为给予第一杀手的口中还有太多有价值的情报？瞿青在心里告诉自己是因为后者。他将鲜血送到了楚尘的嘴边，那带着沉香气息的血液对现在的楚尘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然而就在楚尘极其缓慢的张嘴想要将那鲜血咽下时，他眼神猛地一震，小瞿，这是瞿青的血啊！不，他不能，一定不能喝，不能在联合徽章的光芒之下，在瞿青手中那枚徽章的注视下折碎那最后的傲骨了，也不能在瞿青面前失去应属于人类的尊严，变成那样一个嗜血的怪物。瞿青已然耗尽了最后的耐心，年轻指挥官神色冷峻，极度不耐烦地用没有受伤的那只手扼住楚尘的下颌，逼迫他无法合上口腔。
而淌着血的掌心强硬地送到了楚尘口中。楚尘微微张开的唇齿打着颤，不敢用力合上，带着铁锈味的鲜血滴落下来，滑进他的唇齿间。他本能的想要吞咽，然而楚尘却在就快要将鲜血咽下去的一瞬间，拼了命的绞紧喉咙，拼了命的死守住那最后一道防线。徐清的血他不能喝，小声的呜咽从楚尘口中含糊的露出，似是祈求，求徐清不要救他。徐清打量着连目光都已经涣散的楚尘，眼中流露出明显的困惑。他见过很多受伤濒死的异化者，会趋于本能的渴求血液，这种本能是无法控制的，没有思想的，就像溺水的人会控制不住想要大口呼吸，哪怕不愿嗜血也控制不住。可他眼前这个异化者，明明都已经在酷刑的折磨之下离死不远，竟然还能做到抑制本能的抗拒人类血液。为什么要抗拒呢？因为他们的血液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极佳的修复剂，可遇而不可求。重幽哪怕只是要出于摆脱困境考虑，也断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徐清神色冷淡，审视着楚尘眼中的痛苦。这个人就要死了，但他还没有拿到想要的消息，在吐出你知道的情报之前，你没有死的资格。徐清冷声道，他将自己带伤的那只手握得更紧些，在确保鲜血连串滴入楚尘口腔之后，立马抽手猛掐住楚尘横着红色淤痕的喉咙。呛血的猛烈咳嗽让楚尘控制不住条件反射，血液被咳出一半，却也被咽下去一半，带着暖意的新鲜血液被吞咽下去。随着血液的吸收，他周身的伤口以快普通人类数倍的速度开始愈合。奇楠沉香信息素在他体内和白檀信息素交织在一起，虽然不是标记，但竟也有一种异样的满足感。楚尘紧绷了太长时间的神经，在这一刻终于是放松下来，让他想要沉溺在这血液的鲜甜和信息素的清冽之中，但也仅仅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下一刻，楚尘就在意识回神之时，猛然清醒地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咽下了瞿青的血，那双逐渐归于清醒的眼睛痛苦地缓慢合上，满目的绝望被覆盖，泪水不受控制地溢出，仿佛喝下这一口血是比让他死更绝望的事情。瞿青审视着楚尘眼中的痛苦，像是读懂了他宁可死也不想咽下这口血的心思。但瞿青只以为他在熬醒，你们急于饲养人类的时候，也没见给他们个痛快。瞿青冷笑着，转身包扎自己掌心的伤口。急于饲养人类是为了获取新鲜血液，他们不会一次就将人杀死，而是会一次又一次反复取血，直至耗尽最后一滴价值。被饲养的人连想死都不能，就像现在的楚尘一样。特别是你重幽。瞿青淬了毒的目光落在楚尘的身上，指挥署掌握的命案中，牵扯你的180条应该也有了吧？你怎么敢奢望死的轻易？楚尘没有睁开眼的勇气，瞿青满是仇恨的目光，还有联合徽章那惨白的光芒，没有一样是他承受得起的。在长久的沉寂之中，楚尘能感觉到杀意在一点点凝聚，瞿青绝不会就此放过他。然而就在楚尘在那逐渐堆积起来的恐惧中微微颤抖时，审讯室的门突然被敲响了。瞿指挥，齐先生找您，说你要的东西有结果了。瞿青在面对异化者时的盛怒在转瞬间湮灭了下去，眼神微动，甚至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和柔软，随后便转过身往审讯室外走去。在经过一直等在外面的副官孟同长时，脚步放缓了些，看好他，别让他死。瞿青说着，将掌心的怀表小心翼翼地收拢进口袋里。孟同长猛地点了点头，他是跟着瞿青一路杀到今天的，所以也能从瞿青的神色中看出，他现在心情比刚才好了不少。瞿青其实也只有在面对那些异化者的时候冷血得像个疯子，任何人惹了他都不会有好下场，但其实平日里他还是挺好相处的。孟同长确定了瞿青已经从面对异化者的仇恨中抽身后，才小心翼翼地探头。瞿指挥，明天我……孟同长支支吾吾的。瞿青停下来看了他一眼，心下了然，明天是小轩生日吧，你请假陪他一天，明晚我要是没事也来吃个饭。瞿青冷声说罢往走廊而去。孟同长眼睛都亮了，对瞿青的仰慕又多了一分。孟轩是他儿子，才2岁多，有时候他爱人没时间照顾孩子，他也不得不把孩子带到指挥署来。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小奶团子，却是唯一不管瞿青生不生气都敢爬到瞿青肩上去的人。瞿青离开审讯室后，脸色已经缓和了不少，他快步往旁边研究所走去。他之前嘱咐齐卫帮他查的是楚尘过去的档案。孟同长走进审讯室，看着奄奄一息的楚尘叹了口气，干嘛要强撑啊？反正落到区指挥手里都是要死的。孟同长在楚尘身边坐下来，端详着这张虽然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却仍旧好看的实在是有些过分的脸。他见过瞿青随身带着的那张相片，不得不承认，眼前这张脸似乎比照片里定格的还要好看。这么好看的 Alpha 倒是不多见，可能是邪不压正吧。你们真是挺倒霉的。孟同长自言自语般的说着，其实你整成这张脸，真的是能让区指挥乱了心神的。若不是他早就知道你是极域第一杀手的话，楚尘浑身都痛得厉害。孟同长的话他听得恍恍惚惚，但孟同长显然是憋不住话的性子，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你不恨异化者吗？楚尘缓慢的开口，他像是有些不理解孟同长对他的态度。孟同长似乎被问到了，想了一会儿才摇摇头，不啊，我进指挥署是因为瞿哥救过我，我就跟着他了。孟同长是瞿青从一场恶战的废墟中救回来的，从那之后他就跟着瞿青了。楚尘听着孟同长的话，目光有些恍惚，不恨异化者的人应当没有多少了吧。孟同长接着道，前几天我们审的一个异化者出卖了你，身份暴露了，你长成什么样子都没有用。楚尘猛地抬起头，难怪这次的陷阱会如此针对他，难怪指挥署对他的行踪和出手习惯都那么清楚，也难怪瞿青一来就知道他重幽的身份。他这次的任务是要取得指挥署和执法署背后异化研究所最新的实验试剂，急于研发的异化药剂31能让普通人注射后成为异化者，注射成瘾必须长期依赖异化药物，一旦停药就会死。而异化研究所近日宣称研发出 B32 型试剂，可以阻断31对人体的异化作用，
吉玉深感威胁，将盗取 B32 的任务给了吉玉第一杀手重优，也就是楚尘。楚尘自然知道这是一个必须失败的任务，他不能让吉玉得到阻断剂，从而改进与31。但连他也没想到，阻断剂从始至终只是个圈套，壁化研究所根本没有研制出这种东西，这是指挥署最高指挥官一手策划的阴谋，为的不过是要他落网。楚尘满是痛苦的半合着眼眸，目之所及除了一片惨白，就只有那枚挂在高墙上的联合徽章。他的视线最终定格在联合徽章上，从他被迫异化的那天开始，他就不得不走上了卧底这条路。10年，他其实也没有后悔过，但如今他看着瞿青被仇恨蒙蔽的模样，却突然有了些动摇。以前的瞿青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小瞿很乖，对所有人都很好，很爱笑，他笑起来明媚的再冷的心都会被融化。可是现如今的瞿青却成了指挥署最锋利的刀，他是个很好的指挥官，却独独不像他自己了。楚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10年前的死，把瞿青逼上了现在这条路，但原本的瞿青绝不该是这样。瞿青离开审讯室后，便一刻也未耽搁的赶往了异化研究所。齐卫早就等在了研究所门口，他是瞿青最信得过的兄弟之一。有线索了？瞿青走过去，语气有些急切。不是有线索，是有结果了。齐卫推了推眼镜，先进去再说。他带着瞿青走进他的办公室，回头将门反锁。瞿青皱了皱眉，他要找人，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齐卫做贼似的把耳朵贴近门，确定门外没有任何声音，才松了口气。他鬼鬼祟祟道：“你哥的信息我比对出来的，他的遗物我也偷出来了。”偷？瞿青投去一个满是疑惑的眼神。行吧，听起来是挺见不得光。齐卫从自己上锁的保险柜里拿出一个信息素储存皿，还有一叠绝密的文件。他将东西递给瞿青，白檀箱是对上了，但齐卫叹着气，这资料其他信息很含糊，你看看对不对得上？瞿青翻开档案，瞬间怔住了。一个执法官的档案，却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只有密密麻麻的任务记录，都是最高等级的绝密任务，每天游走在生死的边缘。整个档案唯一留下的信息便是一个代号长庚，执法署前最高执法官长庚，一个功勋无数却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的人。瞿青的手颤抖着抚上那一行行空白栏，没有名字，没有照片，什么能够辨认的信息都没有。他的代号瞿青的声音也在发抖，连吐字都变得断断续续。长庚这个名字，无论是在执法署还是指挥署，又有谁人不知呢？那是所有人心中的传奇，暗网唯一的最高指挥官。只可惜所有人知道这个代号，都是在他已经殉职了以后。瞿青颤抖着用指尖拂过档案袋上的信息，难怪他们找了这么久，什么都找不到。在执法官中有最特殊的那么一部分人，他们从未拥有过姓名，只以代号相称，甚至不能在执法署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不直接隶属于执法署，而是隶属于暗网。暗网的最高指挥官只有一位，就是长庚，他什么有效信息都没有留下，唯一能比对信息的，只有这信息素了。齐卫的目光充满了悲哀，他注视着那个看起来空空荡荡的玻璃容器，却透过那个容器看到了一个浴血于黑暗中早已牺牲的人。除了瞿青，大概不会再有人记得他的模样。瞿青将那信息素储存皿紧紧握在掌心，眼神无比认真地看向齐卫。10年前的信息素可以植入腺体吗？齐卫神色变得错愕，把一个死了10年的人的信息素植入腺体？谁的腺体？齐卫已经完全懵了。把信息素植入腺体是一种人工标记，永久标记。Omega 被标记后，每次发热期都需要在 Alpha 身边度过，否则就连抑制剂都并不能完全有用。被一个死人标记，就意味着余生的每一次发热期都是痛苦不堪的。没有人会做这么疯狂的事。瞿青，就算你哥有喜欢的人，就算你想成全你哥，但你也不能这么不做人啊！齐卫后退了好几步，一副惊恐的样子。瞿青白了他一眼，简直不想理会。但从齐卫的话里，他已经能得出结论：这储存皿中的信息素可以用来进行标记。我记得Omega的信息素可以通过人工植入反向标记 Alpha 是吗？瞿青轻声问着，但他的语气很平淡，显然是在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齐卫惊恐地看着瞿青，瞿青是你吗？那储存皿内的白檀是 Alpha 信息素，所以瞿青想问的不是 Omega 能不能反向标记 Alpha， 而是 Alpha 能不能反向标记 Enigma。太疯狂了，这个举动实在是太疯狂了。信息素等级凌驾于无数人之上的 Enigma， 却想要主动被标记，还是被一个已经死了10年的 Alpha 标记。瞿青，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齐卫冲到瞿青的面前，双手猛撑在茶几上。你疯了吧？瞿青的目光仍旧淡然，他没有看向被他吓得面无血色的齐卫，而是仍旧紧紧盯着那个储存皿。储存皿的密封性很好，但他仍旧错觉似的觉得自己能闻到里面的白檀香，太淡了不够，要融入血肉再不分开才好。瞿青仰头，将整个身体靠在了沙发靠背上，连呼吸都带着无力感。齐卫，我这几天抓到一个极狱的杀手，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手段，那张脸跟我哥一模一样。齐卫抬起头，神色也凝重起来。他常年在实验室中研究那些生物制剂，跟异化者的接触其实并不多，但那些血腥残暴的家伙什么时候开始攻心了？如果不是我提前得到了准确消息，知道他的身份，我几乎要把他认成我哥了。瞿青怔怔看着天花板的眼中是深深的疲惫，我差点就要认不清了。齐卫知道瞿青这一路走来有多难。瞿青离开楚慎的时候不过才13岁，从那之后他便是靠着复仇的信念才能撑到今天的。他14岁便进入了指挥署最残酷的特训中心，每天都是在生死的边缘游走，杀得这如今的高位，也杀得褪去了曾经的所有温柔。他就像一头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野兽，哪怕精疲力竭也不会停下杀戮。可现在，齐卫，我要撑不下去了。瞿青艰难地合上那双满是疲惫的眼，在仇恨褪去的时候，他眼底剩下的便只有死寂，仿佛只有仇恨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活着。瞿青，齐卫也不知道他还能安慰些什么，心死的绝望是无论如何都拉不回来的，所有的言辞都显得无力而多余。帮我植入腺体吧。瞿青睁开眼看着齐卫，那双原本英气又凌厉的眼眸，此刻却死寂的叫人绝望。
他说不出求人的话来，但语气中却无限放低姿态。楚慎留给他的东西太少了，一张照片，一枚没有编号还残缺了一角的联合徽章，还有一个写到他13岁那年便戛然而止的日记本，再无其他了。只要一件与楚慎有关的东西，就足够让瞿青再支撑很久。他早就学会知足了，因为上天从未给他贪求太多的机会。瞿青，你要想清楚，Enigma 一旦被反向标记，这辈子都无法解除，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齐卫神色仍旧犹豫 ，Enigma 的易感期本就很难挨，因为市面上的常规抑制剂都只针对 Alpha，Enigma 信息素太强，抑制剂根本压制不住。若是他标记了其他人，有人陪他度过易感期，那自然会好受很多。但如果他是被标记，还得独自熬过易感期，齐卫很难想象那该是怎样的痛苦，至少不会死。瞿青笑得凄然，易感期再痛苦又如何？至少能支撑他活下去，不是吗？他现在就要撑不下去了，仇恨带来的重压几乎要将他压垮，杀戮无法带来复仇的快感，楚慎永远也不会再回来。还有档案里也只写了他10年前牺牲，尸骨无存。瞿青转过头，眼神中带着病态的想念。他早该接受了楚慎的死亡，但他需要一些哪怕明知不切实际的念想。万一他还没死呢？万一他还会回来？我被标记之后，一定会第一个察觉到他的信息素。瞿青的眼中竟当真有了些许期盼。齐卫做不到打碎瞿青的幻想，他最终只能无比艰难的点头。好，我去给你准备手术，但失败风险很高，一旦失败，你的腺体可能留下终生后遗症，包括信息素失调、易感期失控。瞿青却只是笑了笑，以你的能力，你所说的风险很高，至少也有大半的成功几率，这对他来说已经算得上好了。他这条命不一直都是这样拼过来的吗？只不过以前拼命都是为了多杀几个异化者，这次赌的是一个能永远和楚慎建立联系的标记，是有关楚慎他唯一能抓住的东西了。这不比以前拼的命更值得？手术室中的光线跟审讯室一样惨白，瞿青趴在高耸的手术台上，冰冷的束缚带锁住他的四肢和脖颈。身为 Enigma 这种彻底失去反抗能力的姿态，让他感到难堪，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个手术比较特殊，腺体太脆弱，不能注射麻药，你得硬扛过去。齐卫的眉心几乎都要拧在了一起，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瞿青转头正好看到了齐卫手里的长针，那是能刺入腺体的特制针头。无论是针头在最敏感的血肉之中搅动带来的痛，还是信息素被注入瞬间异物入体遭到的本能排斥，都足够让瞿青痛不欲生。齐卫叹了口气，把瞿青贴着他的头掰向另一面，少瞪我，你自己让植入的。齐卫一边给自己鼓气，一边进行最后的消毒准备工作。冰凉的酒精接触皮肤，被风一吹就冻得渗人，针就悬在他后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瞿青的手无意识地抓紧了唯一能抓住的手术台边沿，脑海中闪过的竟是这2日审讯的那个异化者重优。他被锁在审讯室严刑逼供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胆颤心惊？应该不会，毕竟那人似乎连死都不怕。瞿青正想着，剧烈的痛楚突然从后颈的皮肉钻入，冰凉的针头在血肉中搅动深入，每一次推进都像有锯齿在拉扯神经，但他必须撑下去。这是关于楚慎他唯一能留下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当年其实没有人找到楚慎的尸体，若是有那么1/1000的可能性，楚慎还活着呢。这标记就是他寻找楚慎最好的筹码。他额头的冷汗瞬间涌出，滚落的汗珠浸湿了鬓角的发丝。他现在倒是像审讯室关押的那个异化者一样狼狈了吧？重优在被审讯折磨的时候，是否也这样恐惧和煎熬？不，那人眼中似乎只有绝望的平静。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重优眼中有一种瞿青看不懂的悲哀，远胜于恐惧和煎熬。瞿青的眼神在剧烈的痛楚中失神一瞬，咬牙将本该溢出的呻吟强行吞咽，唇角很快被他咬破，但那呻吟愣是一声都没有溢出来。浓烈的白檀信息素被推入腺体深处，与他自身的奇难沉香猛烈冲撞。Enigma 的本能疯狂排斥着这外来者的入侵，却被他以强大的意志强行压下。他近乎卑微地收敛起自己所有的攻击性。奇难沉香原本凌厉霸道的气息变得温顺包容，小心翼翼地迎接着那霸道闯入的白檀气息。齐卫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药，塞到瞿青的嘴里，吞下去，带点止疼效果的。齐卫解释道，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 Alpha 信息素强行完成反向标记，毕竟这手术连真正的标记都算不上，只能依靠药物强行固化。瞿青已经听不清齐卫在说什么，他只是混合着口中鲜血的味道将那苦涩的药咽了下去。无尽的痛楚遍布他全身，每一寸血肉都在排斥着那白檀信息素的侵入和吞噬。Enigma 本能的不该被压制，但偏偏是他强行压制着这具身体本能的反应，不计后果的主动臣服于那白檀信息素之下。如果痛的实在太要命，可以尝试用你的信息素排斥一部分 Alpha 信息素。齐卫忍不住提醒道，虽然会淡化标记效果，但至少能保证你撑过手术。可瞿青强忍着痛，用尽残存的力气极其缓慢，却坚定无比地摇了摇头。他不敢，也不能，这是最后能与楚慎有联系的东西。若是因为他的排斥失败了，就再也没有第2次机会。哪怕这联系在旁人眼中是无用的、痛苦的、单向的，但于他而言，已是从前不敢想的奢望。这份爱无关占有，无关本能，也不求回应。不知过了多久，空气里的白檀香和沉香气息已然融为一体。齐卫解开那些束缚带，靠墙松了一口气。好了，接下来的1-2个星期不要释放任何信息素，不然就很难说你以后每一次易感期会什么时候来。被反向标记后的易感期可不好哦。齐卫叮嘱完走出了手术室。瞿青躺在手术台上，艰难地从怀中拿出那枚怀表，将它置于光芒之下。那就当是他陪我过的第一个易感期了。瞿青轻声叹着，他的眼中分明只有期待。瞿青独自留在这片混合着剧痛与白檀温柔的气息里，舍不得离开，直到
到指挥署的急报如同冰水浇醒了他，通讯器里爆炸声与孟同长变调的声音撕裂宁静。徐指挥，急欲突袭东院，我们顶不住了。东院是指挥署的监狱关押重幽的地方。刚才还在剧痛后将自己放空的瞿青，此刻已经神色肃然的疾步往手术室外走去。他眉头紧皱着，显然也有些意料之外。急狱那些人冷血至极，对于被俘的异化者从来不会冒险救援，被指挥署抓住，基本就宣告了异化者死亡的结局。但这次为什么会是例外？瞿青一边往指挥署赶，一边对孟同长交代道：“他们的目标是重幽，放他走，给他制造漏洞逃跑。你们只需要尽可能减少伤亡。”瞿青最后交代完，往指挥署赶去。他早已在之前的审讯中利用警环给重幽注射了微型定位器，他只是找不到一个让重幽名正言顺离开的机会。现在正好，既然急狱那么在乎他，那就让他们把人救走。重幽回去之后，急狱所有需要重幽参与的行动都会暴露无遗。瞿青赶到指挥署东院时，只看到一片地狱般的景象，断壁残垣中，刺鼻的硝烟味和血腥味混合在一起，到处都是指挥署无数战士的尸体。这根本不是一场单纯的营救，而是一次极具报复意味的虐杀。然而指挥署前最刺目的不是这一片废墟，而是在一片相对完好的空地上，有一个蜷缩的小身影，被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态丢弃在已然损毁的联合徽章旁。瞿青的呼吸瞬间停滞，心脏像是被洞穿撕裂般的痛。那是孟同长2岁的儿子孟轩，那个经常被孟同长带来指挥署，唯一敢不论任何时候爬到瞿青头上撒泼的奶团子，那个会爬上他肩头奶声奶气叫他哥哥，一刻都安静不得的小家伙，现在永远陷入了沉睡。小轩，孟同长几乎是踉跄着冲过去的，猛地将那具小小的尸体抱起来，却在此刻才看清小轩手臂上还残留着一支针管。31，这是急于研制出的异化药物，可以让人类感染后获得异化同等的效果。孟轩在死前被注射了超量的31，承受不住，所以才会将自己抓出这样一身的伤。徐指挥，是急于的蚩尤。旁边一个满脸是血的官兵怒然道，他的目光落在那小小尸体旁边的地上，那里有用鲜血写的字，充满了嚣张和残忍。指挥官，这份谢礼你可收好了。谢礼，这是急于对他没杀重幽的谢礼。一股狂暴到足以摧毁理智的怒火瞬间席卷了瞿青，他身形剧烈的晃了晃，几乎要栽倒在地。以前落到他手里的那些异化者，全都活不了多长时间。偏偏这一次，他自认为绝不是因为重幽那张脸，而是因为重幽知道的信息太多，他才将审讯的时间一拖再拖，甚至最后决定冒险放虎归山。他没有杀重幽，换来的就是这场急于对指挥署的报复性屠杀。瞿青孤身一人，急于那些卑鄙的异化者报复不了他，便将主意打到了孟同长的头上。孟轩是因他受到的牵连，瞿青双手紧紧握拳，唇齿咬合用力的近乎僵硬。重幽，自己为什么没在抓到重幽的第一时间就杀了他？为什么要给急于来救人的机会？为什么没有想到保护好孟同长和他家人？为什么回来的那样晚，让那些家伙全身而退？剧烈的情绪波动中，瞿青后颈还未完全愈合的伤口都撕裂般的痛起来，可他只是眼神中裹挟着无尽的杀意，望向那满目狼藉。急于第一杀手竟和死了10年的哥哥长得一模一样，这让一向冷血无情的指挥官不忍心再对他用刑，可没想到一时的心软换来的却是杀手组织报复性毁灭，整个基地被毁的就像是人间炼狱，就连2岁的孩童都没有放过。瞿青看着那个曾经唯一敢爬到他头上奶声奶气叫他哥哥的小奶团子永远陷入沉睡，一股毁天灭地的暴怒瞬间冲垮了他的理智。重幽，殊不知他此刻恨之入骨的重幽，就是他苦苦找了10年的哥哥，也是潜伏急狱杀手组织整整10年的前最高级别执法官长庚。此时楚尘在急狱阴冷的石室中醒来，剧烈的头痛和全身撕裂的伤口折磨着他，壁化后的身躯无法自行修复，必须依靠人类血液。重幽，你醒了。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虚假的关切听起来让人恶心。楚尘艰难起身，看见脸上带八雀样貌标志的家伙正含笑看着他。蚩尤，急狱之中，除了从未露过面的幕后老大明霄，只有蚩尤能和楚尘平起平坐。蚩尤把玩着匕首踱步靠近，指挥署那帮杂碎下手挺黑啊，你伤得不轻。楚尘别过头，不想理会这个巴不得他死的同僚。蚩尤似乎看穿了楚尘的戒备，他笑着拍了拍手，他的2个手下立马压着几个被堵着嘴的人类男子进来。重幽，你这次伤得太重，又处于危险期，我给你准备了点好东西。蚩尤话音未落，手中匕首闪过寒光，一声被堵住的短促惨叫响起，带着浓重铁锈味的温热液体溅出来，有那么几滴，甚至落到了楚尘苍白的脸上，烫得他险些要止不住站立。喝吧，喝下去好的最快。蚩尤端过那还冒着热气的碗，递到楚尘的面前。楚尘盯着那碗血，仿佛看到了无数死在急狱的冤魂在挣扎哭嚎，仿佛看到了在他面前剖开掌心的瞿青。他喉咙发紧，胃里翻江倒海，但他不能拒绝，拒绝就是暴露，就是在告诉蚩尤，他内心还残存着人性。他跟急狱终究不同。在蚩尤探究的目光下，楚尘缓慢地伸出手，接住了那只沉甸甸的碗。他闭上眼，将碗凑到唇边，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瞬间充斥他的口鼻。楚尘浑身都在疯狂的抗议，但他脸上却不能流露出分毫。就在楚尘快要张嘴把那鲜血咽下去的时候，他突然支撑不住，猛烈的咳嗽起来，碗倾倒下去，鲜血倾洒一地。重幽，你这就暴殄天物了。蚩尤说着就再次拿起了匕首。够了。楚尘抬起头，异化者只要接触血液就能主动转化吸收，喝下去是效果最好的，却不是唯一的摄入方式。这些血就够了。楚尘沾血的手将空碗递回去，碗下的指尖无法控制的微微颤抖，他垂下眼帘，掩去眼中翻涌的痛苦与杀意。蚩尤接过碗，笑意深长地说道：还好你没死呢，不枉我精心策划了这么久，还给那个指挥官留了份大礼。楚尘擦拭鲜血的动作微微一顿，他抬起头看向蚩尤，努力让自己的眼神显得冷漠而疑惑。大礼？是啊，就是那个老跟在他们指挥官后面的副官，他有一个崽子2、3岁，我给他注射了一支成人剂量的A31，扔回了他们指挥署门口。
蚩尤的描述缓慢而残忍地凿击着楚尘的神经，每一个字都狠狠砸在楚尘的心上。他记得瞿青那个副官，就在不久前，孟同长还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孩子即将来临的生日。其实我还挺好奇的。蚩尤笑起来，那孩子已经完成了异化，虽然断了气，但如果杀10个8个人，把血都给他，说不定还能捡回一条命呢。你说他们会不会这么做？蚩尤残忍地笑起来，他明知指挥署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这么做。楚尘的血液都仿佛冻结，巨大的悲愤夹杂着无力感将他瞬间淹没。他想要冲上去将蚩尤那张笑着的脸撕碎，然而他却不能。那近乎僵硬的脸上连眼神都不能有太大的波动。很好，他最终从几乎无法移动的牙关里挤出这样2个沙哑的音节。想来他们指挥署现在应该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你也可以好好休养一段时间。蚩尤笑着转身准备离开，正好我即将研制出拥有致幻效果的新型药剂，到时候应该会效果更好。楚尘已经听不清蚩尤在说了些什么，直到房门彻底关紧，楚尘一直紧绷到极致的身体才猛地一颤，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颓然地倒在床上，将自己蜷缩起来。刚才因他而死的那个普通人，还有那个永远停留在2岁的幼小灵魂，这不是指挥署的催命符，而是砸向他楚尘的永世不得超生的烙印。他躺在这片罪孽的泥沼之中，连呼吸都被鲜血浸染的绝望。从10年前捡回一条命开始走到今天，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背负上了多少人命。若不是为了他这条命，也许那些人就都不会死。他也越来越不确定自己这些年的选择和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老大，一个咋咋呼呼的声音伴随着撞门声闯了进来。余柱，楚尘手底下年龄最小的一个，4年前因为异化者身份暴露，被执法署追杀，最终逃到了极域。楚尘看他实在可怜，把他带在了身边。老大，你怎么样？蚩尤那个狗东西没有找你麻烦吧？余柱一看楚尘满身的伤，立马眼泪汪汪的。他弄的，他竟然敢伤你！我没事。楚尘强撑着起身。余柱一边嘀咕对蚩尤的不满，一边熟练的关窗生火。就在这时，楚尘之前注射的抑制剂失效，淡淡的白檀性吸素在空气中溢散。余柱在闻到的瞬间，惊恐的转身。老大，你危险期怎么还出去？受这么重的伤？说着赶忙从兜里找出一个药瓶，将里面的小药丸递到楚尘的手上。老大，你试试这个。楚尘接过咽了下去，浑身的疼痛都减轻了不少，危险期的反应似乎也有了些许减轻。这是我最新试出来的，对 Alpha 危险期有一定减轻作用，比那些抑制剂应该要好用一点。余柱挠着头像是在等待夸奖的孩子。楚尘神色凝重起来，他看向在他面前眨巴着眼的余柱，声音放得很低，小柱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制药的天赋，特别是蚩尤。余柱顿时蔫了下来，耷拉着脑袋闷声道，我每次做完都收拾干净了。话音未落，门外的脚步声让楚尘眼神瞬间冷却，他抢先开口打断了余柱的委屈。蚩尤，你怎么又来了？蚩尤走进来将一叠资料扔给楚尘，执法署那个新任的最高指挥官，我们搞到了他资料，是个硬茬儿。楚尘冷冷扫了一眼，他没有立即翻开那叠资料，只是轻点了点头。蚩尤似乎对楚尘的不以为意有些不满，但却也不敢贸然表现出来。上一次让极域这么头疼的，还是10年前暗网的那个长庚。蚩尤厉声提醒道，你已经在这个瞿青手上折过一次，别再掉以轻心。楚尘在听到长庚2字时，呼吸都轻微停顿，但他很快恢复了淡漠，知道了。而躲在他身后的余柱默默抓住了重点，原来这次把他老大伤成这样的人叫瞿青，等他以后见到这个人，一定要多瞪他2眼报复回来。对了，这个瞿青身边有个很厉害的人物叫齐卫，你这次去取试剂虽然中了圈套，但他是最有可能研发出阻断剂的人。蚩尤正色起来，明霄给你的任务是1个月之内杀了这个齐卫。楚尘猛然抬头，明霄这次给他的任务是要他去杀瞿青身边的人。就在楚尘皱眉沉思的时候，蚩尤突然饶有兴趣的俯身，他靠近楚尘，看向楚尘颈脖的红痕，这次受的刑不轻啊。蚩尤眼里带着玩味的笑。楚尘没有回答，只是有些厌恶的后仰拉开距离。你体内的锁失效，明霄让我通知你，今晚去暗室重新完成注射。蚩尤说完大笑起来。楚尘微微一惊，旋即木然轻点了一下头。明霄从不在人前露面，那枚植入体内的微型控制器锁是他掌控他们生死的手段，而暗室既是联系明霄的唯一途径，也是任务失败后受罚的地方。这次不仅任务失败，没能将阻隔剂带回来，还费那么多人力救援才捡回一条命，甚至弄丢了锁。明霄不会轻易放过他。楚尘等蚩尤带着人离开之后，才将目光转向了刚才被他放到一旁的那叠资料。余柱凑过来幽怨道，老大，就是这个人害你受伤，他这是趁人之危，如果不是你刚好危险期，肯定不会失误。但楚尘却是低垂着眼眸，他的确很厉害，利用阻断剂诱我入局，知道我不得不去。楚尘的语气中竟是带着些肯定，他的小渠还是和以前一样聪明，但在战场之上，也只有这样才不会吃亏啊。他继续翻阅资料，余柱也凑了过来，好奇地看着这个能让楚尘如此欣赏的对手。资料显示，瞿青13岁之前的经历完全是一片空白，就好像被人刻意抹去，一点痕迹都没有。那时候的瞿青被楚尘保护得很好，没有人能查到他头上。但是13岁之后，瞿青出现在指挥署附近的福利院，不到1年的时间，又加入了指挥署的特训中心。楚尘的目光落在特训中心这几个字上的时候，心痛的厉害。特训中心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楚尘是清楚的。执法署的暗网是游走在生死边缘，而与之相对的便是指挥署的特训中心，那里专招收没有依靠的孩子，培养成指挥署最锋利的人。很难去想象瞿青这些年从特训中心走出来，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才会被打磨出如今这一身死气。楚尘拿着资料的手在微微发抖，曾经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瞿青能平平安安的长
长大，能远离他现在所身处的漩涡。但偏偏天不遂人愿，如今的瞿青也已然站在了漩涡的中心。你命吗？老大这个人是不是很难杀啊？余柱在旁边歪着头问道。楚尘合上文件，缓缓点了点头。是啊，应该很难杀吧？他的小瞿那么厉害，当然不会好对付。那我们避开他不行吗？余柱看向楚尘伤痕累累的手腕，眼中满是担忧。楚尘却只是轻轻摇着头，避不开啊，恐怕想躲都躲不开了。楚尘这次逃出来，又欠上了不知道多少条人命，瞿青不会放过他。想到瞿青看向他时冰冷的杀意，心脏好像又控制不住的痛起来，呼吸都变得艰难。他强压下心脏的抽痛，艰难地挪到篝火旁，亲手将那份记载着瞿青10年的文件点燃，直至稍微灰烬。他深吸一口气，对着余柱交代：我去趟暗室，你过2-3个小时来接我。余柱眼看着楚尘走出去，却不敢拦，因为明霄就是个疯子，是个变态。如果楚尘不去，后果只会更不堪设想。楚尘一步步走向那间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地下仓库，每走一步绝望就深一分。他按下密码，墙壁划开，露出阴冷的阶梯，在长廊尽头，扫描器发出冰冷的确认，身份确认重优，权限验证通过。那道门缓缓向两侧打开，门后是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只有一盏昏暗的灯从正前方的高处照下来，还有无数的监控在四面八方闪烁。明霄并不在这里，他从不现身。楚尘沉默着走到房间中央，一声不吭地跪下去，他面前一副锁链连着地面的手铐，一只如水银般诡异的针剂。楚尘面无表情地跪地将那副手铐戴上，金属的冰凉从手腕渗入，让他控制不住地轻颤了一下。重优，这是你这个月第2次受罚。明霄的声音像是从四面八方渗透下来，带着诡异的神性，仿佛主宰生死的生命。锁为什么会失效？楚尘的睫毛眨了眨，神色有些木讷。大概是因为神经审讯，歪打误撞被电流损毁，这控制器植入人体游走在血液里，根本就没办法取出。没想到这次竟是歪打误撞的被破坏。楚尘紧绷的神经一刻也未敢放松，一直高度紧张。明霄的惩罚不是血肉之伤，而是心理上的摧残和击溃，但他不能崩溃。只要在明霄面前说错一句话，他10年的付出就会全部毁于一旦。重优，你最近任务失败的频率有点太高。明霄的声音虽然被特殊处理过，但仍旧能听出强烈的不满情绪。任务失败是我的问题。楚尘低着头，声音轻轻的，却带着散不开的绝望。重优甘愿受罚，请求重新植入锁。他抬起头，一片死寂的眼眸中看不到分毫反抗之意。任务还没有完成，他必须活下去，必须取得明霄信任。整个暗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就在楚尘极度紧张的神经都快要崩溃的时候，明霄的声音响起：自己把地上那只针剂注射了吗？楚尘的目光落向地上那只水银般诡异的针剂，他缓慢地屈膝向前，无比狼狈地拿到那只针剂，没有丝毫犹豫地将针尖刺入后颈。痛，无尽的痛，比在指挥署审讯时受到的刑罚更难熬。随着那冰凉液体混合着痛感涌入身体，楚尘能感觉到剧痛沿着脊梁蔓延全身，他再也支撑不住，猛地向前倾倒，意识随之模糊。他茫然地在剧痛中睁着眼，眼前的景象却突然从极狱暗室变成了执法署的宿舍。年轻的他恍惚中正站在战友们中间，有人走过来拍他的肩膀：长庚，这次任务干得漂亮啊，今晚一起去庆祝庆祝。3、3、2、2，都是熟悉的声音，画面如此真实。楚尘眼中有泪水涌了出来，但下一秒，那些战友的笑容陡然变得狰狞，他们的身体开始糜烂，血水四处流淌，周围的景象也变成了战场。长庚，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为什么你成了异化者的走狗？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样？那尖锐的质问在楚尘耳旁回荡。不，我没有。楚尘无意识地嘶喊着，但所有解释的话都不能说。楚尘早已在痛楚中分不清幻境和现实，他只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暴露身份。最后残存的意志强撑着让他不说出更多不该说的话，都是错觉，不能暴露身份。在楚尘的挣扎中，他眼前的画面再度变化，他回到了10年前的那个家，站在他面前的是瞿青，小时候的瞿青正抱着他的胳膊抬头问他：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小区等你切蛋糕。楚尘自知回不来的，那是他没能陪瞿青过完的那个生日，但他还没能说一句对不起，画面便已经扭曲，变成了审讯室里一身指挥官制服的瞿青，正用充满仇恨和厌恶的眼神看着他。重优，你真是让人恶心。紧接着是孟轩小小的尸体，是那些为他而死的人，是蚩尤残忍的笑容，是他自己沾满鲜血的手。凄厉的惨叫再也忍不住，在暗室中回荡的骇人，不是血肉的痛，而是灵魂都被寸寸凌迟的痛。楚尘喘息的剧烈，眼神也已经涣散，可明霄的声音再度在他耳旁响起：重优，还记得你的立场吗？楚尘张了张嘴，喉咙嘶哑，发不出任何声音。立场？什么立场？他坚持了10年的立场吗？重优，明霄的声音比刚才更冷。楚尘涣散的眼中滚落泪滴，破碎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效忠极狱，清除人类。明霄没有叫停，他只能一遍又一遍机械地重复着这些早已说了太多遍，不知不觉刻入意识的字眼。思绪在极度的痛苦和混乱中飘摇，某些比锁更难以抗拒的控制悄然植入他意识深处，却又被他不顾一切地排斥着，拼个2败俱伤。与此同时，刚开完会的瞿青像是感应到什么一般，一股极其尖锐的痛从他心头蔓延开，那种痛很让人恍惚，仿佛是从他身体里传出来的，又仿佛绝不属于这具身体。相较于并不真切的痛感，其后传来的绝望和恐惧转瞬占据了瞿青的情绪。太奇怪了，太陌生了，这绝不是他自己该有的情绪。他似乎听到有人在哽咽，在喊他的名字。他猛地站起身，不顾一切地闯进其位的实验室。我感觉到了，很乱，很痛，哪里都痛，还有绝望和悲哀。
瞿青的眼中罕见的带着惊慌和混乱。不是我，是他，一定是他。他语无伦次，试图描述那短暂却强烈的共感。齐卫被他吓了一大跳，听完他混乱的描述，齐卫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他将瞿青按到旁边坐下，拿出检测仪器，一通检查后眉头皱得更深了，腺体没有任何异常。齐卫急声道：“瞿青，你冷静点，先深呼吸。”瞿青冷静不了，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楚尘肯定还活着。急于第一杀手执行任务，却碰到了联邦最高指挥官。指挥官步步紧逼，眼中满是刻骨的杀意。杀手却步步退让，不忍伤他分毫，只因眼前的人是他的小瞿，是他当卧底杀手10年来唯一记挂和用命也要保护的人。重幽，你竟然还敢来，真的不怕死啊！瞿青的声音比千尺寒冰更冷，手里的匕首毫不留情地刺向楚尘。楚尘原本可以挡下这一击，但瞿青的攻势实在是太凌然，他躲不开。唯一的反击方式就是将匕首刺向瞿青的手，但就在他习惯性就要反击的瞬间，却突然止住了动作。那是小瞿啊！这双手若是再也拿不起刀，瞿青会在急欲的追杀中再无反抗之力，他会害死瞿青的。楚尘的攻势猛然停下，然而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瞿青哪里会注意到楚尘的异常？他手中的刀毫不留情地朝楚尘划去，楚尘来不及闪躲，鲜血顺着他的肩头流下，染红了他握着匕首的手。他遇上瞿青是势必会输的，因为他下不去手。瞿青的攻击未停，可楚尘只是艰难地躲闪着他致命的攻击，像是被伤的再无法出招，又像是根本不愿意反击。瞿青在一次次攻击中攻势逐渐放缓。不对，重幽为什么不反击？而且每次出手的招式都总是在恍惚中给瞿青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不像是急欲该有的狠厉，而像是这时空气中开始弥漫出越来越多狂暴且不稳定的奇难沉香信息素。瞿青眼中带着红，杀意几乎凝成了实质，他不再犹豫，身形一动，攻势凄厉无比的直取楚尘要害。楚尘能感觉到那直冲自己颈脖而来的寒刃，是真的不留余地的想要了自己的命。瞿青是真的发了狠，要将他这个急欲第一杀手彻底留在这里。然而面对这致命一击，楚尘却只流露出满眼的凄然。异化者的身体各项能力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他的反应速度也远在瞿青之上，但这具身体伤得太重，连躲闪都变得迟缓。楚尘只能艰难地用一个恰到好处的细微侧身，急速用左手挡下瞿青的一击，指尖在他手腕脉门处一搭一移，就轻而易举地卸去了瞿青的力。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招式，却让瞿青的呼吸都骤然一滞。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记忆太模糊，已经想不起来。瞿青的攻势猛地顿住，他死死盯着楚尘在面具之下仍旧清亮的眸子，试图从中寻找出些什么。楚尘在他目光扫过来的瞬间，已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他是急欲的异化者，不是执法署的指挥官。异化者被兽性控制的嗜血欲望，叫他们在这种更趋于本能反应的战斗之中，根本做不到绝对的理智。楚尘心中警铃大作，略显仓促的想要后退，与瞿青拉开距离，仿佛刚才都精妙反击只是一个巧合。但瞿青从迷茫中回过神后，却丝毫没有要放过楚尘的意思。他这次绝对不能再放过重幽，之前小轩和指挥署那么多人命的仇，他必须报。还有重幽既然能伪装成哥哥的样子，既然自己的反向标记还能有所反应，那说明楚尘不但有可能活着，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急于那些异化者的手里。这个念头在瞿青脑海中蹦出来的一瞬间，他攻势更为凌厉。然而楚尘只是紧咬着牙关，沉默地应对着。他看着瞿青对他的恨，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心如刀绞的痛。然而他却只能将所有的痛苦和解释都死死堵在喉中，一个字也不能说出口，更不能流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他只能躲，在瞿青被仇恨裹挟的攻击下，艰难地维持着重幽这层伪装。这种只守不攻的回避姿态，在杀红了眼的瞿青看来，简直是挑衅。重幽，上次是有人来救你，这次我不会再给人救你的机会。瞿青声音都哑了，咬着牙挤出的字冰冷至极。他不再一味的攻击，而是开始将自己的压制性信息素全力释放。Enigma 对信息素的掌控称得上自如。楚尘躲闪的身形猛地停顿。Enigma 对 Alpha 的信息素压制是完全无法反抗的，哪怕是楚尘，也根本没办法在这样强烈的信息素压制之下，再像刚才一样与瞿青僵持。楚尘的眼神中带上了些许不易察觉的湿润，那奇难沉香厚重的木质香气，像是要了命似的往他腺体里钻。明明是压制性信息素，却让楚尘没缘由的生出些许异样的情绪来。怎么会这样？他明明不在危险期啊！他出于 Alpha 本能的想要远离这能压制自己的危险气息，却又不知为何隐隐有一丝控制不住想要靠近的冲动。不行，不能臣服于这 Enigma 信息素之下。楚尘眼中闪过一抹极其痛苦的决绝，他咬住舌尖，尖锐的疼痛让他短暂的获得了一丝清醒。瞿指挥官就只会用这样的手段吗？楚尘声音沙哑的艰难开口，维持着重幽该有的模样。然而他刻意冰冷的语气，却像是一根刺扎进瞿主清的心里。瞿青的攻势莫名的停了下来，他站在原地，脑海中混乱的思绪根本无法捋清，一种荒谬的熟悉感开始在他脑海里如同藤蔓般快速生长，疯狂缠绕。不，他怎么能觉得这个异化者像是楚尘呢？就因为那张脸吗？那简直是对楚尘的侮辱。瞿青眼中的迷茫和动摇被恼羞成怒的恨意所代替，他仿佛是为了说服自己，斩断那不该有的荒谬期待。信息素的泄出变得更加疯狂且不计后果。楚尘趁着瞿青的混乱之际，猛地转身往早已规划好的路线撤离。瞿青想要追过来，然而楚尘手里的匕首猛地甩向了齐卫，瞿青不得不回身替齐卫挡下。等他回过头再想追击的时候，楚尘却早已不见了踪迹。楚尘沿着黑暗的巷道不顾一切的逃离，身体里白檀信息素已经逐渐溢散了出来，他的
的眼中带着不正常的脆弱水汽，呼吸比脚步更急促。他明明没有在危险期，按理说就算是 Enigma 信息素，也不该对他有如此大的影响。可他不只是被压制的臣服，还有止不住想要靠近的冲动，就好像当年的他不想丢下小渠，现在的他似乎也不想离开。楚晨跑出很远，直到空旷的街道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他才倚着冰冷的墙壁滑坐下去。他颤抖着吞下鱼柱给的药，在被 Enigma 信息素引出的危险期反应被压下去些许之后，又给自己注射了抑制剂来掩盖自己的白檀信息素，这样哪怕是瞿青寻过来也不会察觉到任何破绽。他和瞿青早就回不去了，现在对瞿青最好的结果就是永远也不要知道他还活着，永远也不要再与他这个异化者有什么交集。楚晨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极域，这次暗杀齐卫的任务几乎注定失败。虽然明霄给的任务在没有规定时限的情况下，一般只需要他在半个月内完成，但楚晨了解瞿青的性子，他虽然看起来很绝非常，但心思其实很细。既然他已经知道楚晨的目标是齐卫，那就一定会将齐卫保护得很好，绝对不会再给楚晨下手的机会。有瞿青在，楚晨几乎不可能再出手。老大，你终于回来了！早已在寒风中等了半宿的鱼柱急切地应上去。蚩尤那边出大事了，他关于31的什么机密文件好像被透了，现在整个极域都被封锁，好像怀疑是执法署的奸细。楚晨神色一正，这些年执法署自然也没少想办法打探极域，但想要让人混进来，意味着让一个正常人注射31变成异化者，这样丧心病狂的牺牲，有违他们当年宣下的联合誓言啊！楚晨的神色凝重起来，极域之中除了他，到底还有多少卧底？几天后，楚晨前往暗室受罚，可他只是转了一圈，就掉头往回走去。他淡定地将枪卸去子弹，转而把那把跟了他10年的匕首拿在了手里，悄无声息地潜回住所。果然在2楼截住了正要逃离的身影，在那人还没反应过来时，冰冷的刀刃已经横在了他的脖颈。不想死的话就别动。楚晨的声音透着寒气，极域第一杀手的刃，没有人敢赌。那人呼吸都颤了，被楚晨推着，脚步不稳地踉跄着重新退回房间里。楚晨反手关上了门，这才转身盯着眼前被吓得脸色苍白的青年。我见过你，叫张前是吧？你胆子是真大啊！偷了蚩尤的机密文件又来偷我的。张前被叫出名字的瞬间，往后颤抖着退了退。你根本没有去暗室，而是想瓮中捉鳖。楚晨摸出腰间的枪，坐在沙发上审视着这个年轻的卧底。拿到了31的研究文件你就该走，怎么还这么贪心呢？张前紧紧咬着唇没有回答，他想赌自己在离开前能不能带出来更多情报，赌自己这4年的卧底能不能更有价值。张前心死似的低头，咬牙呸了一声，是我赌输了，你要杀就杀，还要磨磨蹭蹭等蚩尤来跟你抢功吗？楚晨没有理会他狗急跳墙的恼怒，只是略带惋惜的道，如果你不这么自诩，或许还可以活着离开。若是张前不把主意打到他头上，他的确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这里能传回去的信息早就已经毫无保留地传回了指挥署，剩下的信息一旦传出去，他的处境可就危险了。楚晨审视的目光朝张前看去，最终看向了张前后颈那布满针孔的腺体，主动注射31异化剂，只为了潜入极域。楚晨低声道，就算你活着把这些东西带走，就真的能回得去吗？回去了又能怎样呢？张前已经注射过31，这辈子便只能是异化者，再不是个人了。他以这样的身份，哪怕活着离开极域，难道就回得去执法署吗？张前没有想到楚晨会问他这个问题，回去了能怎样呢？他好像从来没有想过。他愣在那里，原本坚毅的神色有一瞬间的涣散。在张前神色迷茫的那一刻，楚晨的眼中也杀意渐起。既然是一个注定活不下去的人，那他没有必要冒险放过张前，毕竟他的每一次冒险都真真切切的可能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他也曾经冒险过，那是楚晨才来到极域的第1年，跟他一起卧底极域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代号苍茫。当年刚到极域的楚晨，因为无法接受鲜血显现暴露身份的时候，救过楚晨一命。对于他来说，苍茫是亦师亦友的存在。可一次任务中，苍茫身份暴露，被极域严刑逼供，苍茫最终还是出卖了他。好在那时候的楚晨因为一次暗杀任务被明霄重视，而那条出卖他的消息最先经过他的手，他先下手为强杀了苍茫。在极域这种地方，信任和付出代价都实在是太大。楚晨踽踽独行到今天，再没有过同道者。楚晨从回忆中抽身看向张前，张前也暴露了，就像当年的苍茫一样，绝不能让张前活着落到蚩尤的手里，否则极域的严刑之下，没有几个人能撑得过去。到时候张前若是叛变，不知道还会害死多少人。楚晨悲哀地笑了笑，匕首已经抵上了张前的颈脖。我也不是一定要杀你，告诉我，现在执法署在极域到底有多少卧底，到底渗透到了什么程度，我就放你离开。张前被利刃逼得不断退后，在退无可退靠上墙壁的时候，他力竭似的仰头，那双眼含着泪也含着笑，重幽要杀就杀，何必问这些有的没的，死在你手里我也不算冤枉。张前年轻的眸子里带着狠劲儿，那是一种对异化者不加掩饰的恨。楚晨似乎觉得有些没意思，他收了匕首，与张前拉开距离。就在张前快要放松一瞬的时候，楚晨另一只手里的枪打了个转儿，正对张前眉心。这些年极域的卧底一个接一个被拔除，你们执法署来的人十不存一。楚晨垂眸看着手里的枪，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这样前赴后继的来送死，值得吗？有意思吗？带着必死的决心来，此生都在男友归期。张前在枪口下已然连站稳的勇气都没有，可偏偏那双眼中的坚毅没有丝毫的动摇。值得啊！张前的声音很低，仿佛是说给自己听。他从主动注射31潜入极域的那天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全身而退。他闭上眼等着枪声响起，楚晨持枪的手第一次抖了，可片刻的犹豫后，他还是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空响，子弹并没有上膛。张前在极度紧张的幻痛错觉中，根本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到底中没中枪，而楚晨已经回身，倚着窗收了枪。等张前回过神了，发现自己没有死，第一反应就是还有机会，杀了重幽，用他的命给自己垫背，死的不亏。他猛然抽刀刺向楚晨后心，然而楚晨虽然背对着，
可就像后背长眼睛一样，回手扼住了张前持刀的腕，一个过肩摔将他重重撂倒，刀尖划开张前衣襟，一枚联合徽章当啷落地。10年前那批新兵蛋子就喜欢把徽章藏在这里，这么多年还是一点进步都没有。楚尘拾起徽章，转身往旁边的沙发走去，他淡然坐下，枪和匕首都收了起来，眼中也没有了杀意。他摩擦着那枚联合徽章 S0195 暗网编号95，卧底4年了。他轻声解着那一串编号的含义，目光中竟然带着些怀念。暗网那个地方，他多久没有回去过了？10年前的暗网方才建成，他是第一个，也是当时的唯一一个暗网最高执法官。只是10年过去，早已不知道那个地方变成了什么样子。张前猛地抬起头，眼神都猛地震颤，比刚才楚尘开空枪的时候更为震惊。你怎么会知道？暗网的编号序列与指挥署、执法署都不同，除了他们暗网的人，没有人会知道。楚尘将那枚联合徽章郑重地放在了桌上，你暴露了，任务终止，回暗网复命吧，我会动用权限为你担保，以证你4年期间没有血案和罪行，不必面临审查。楚尘的声音轻轻的，却每一个字都在张前心里犹如惊雷炸响。重幽是暗网的人，否则怎么会连这些都知道？大部分人卧底期间是不可能不染一尘的，卧底任务完成之后，功归功，过归过，基本都会面临审查。但一人之言就能证他4年功过，这该是多高的权限？张前的眼神从仇恨化为迷茫，最后一点点被崇拜覆盖。前辈。张前支支吾吾地瘫坐在茶几边上，你多的什么都不要问。楚尘的眼神冷下来，哪怕对方同是暗网的人，楚尘也不会给予他多余的信任。立刻准备，找小柱换个脸跟我离开极域。楚尘站起身往外走去，他在极域被封锁的紧要关头，冒险送张前离开，其实不只是因为张前的表现，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异化前来卧底的人真的还回得去吗？他想要知道答案。他带着张前轻易突破封锁来到边界，翻过前面那座山，会有执法署的人来接应你。楚尘看向前面的山峰，目光有些复杂。张前能回去了，但他呢？他回不去。张前走出去几步，却又回过头来，你的任务要多久才能结束？楚尘摇了摇头，他的任务吗？等极域不在了他就能回去了吧，但这个目标太远了，他不敢奢望。送走张前时间还早，太早回极域怕引人怀疑，他决定再去找齐卫一趟。此时指挥署内正在举办小轩的葬礼，齐卫和曲主清早早到场。徐清怕孟轩的悲剧再发生在齐卫的身上，这几天徐清不是亲自跟着他，就是派人跟着他，他一点不敢掉以轻心。此时濒临崩溃的孟同堂抬起满是恨意眼眸问道，徐指挥，下一次绞杀任务是什么时候？让我去吧。小轩不在了，妻子伤心过度也疯了。他本来是整个指挥署人人羡慕的人，妻子漂亮，儿子聪明伶俐，人见人爱，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只有恨意才能让他勉强撑下去。徐清沉默半晌，最后只是轻声道，很快他已经定位到重幽再次离开了极域，重幽来的方向正是这场葬礼的所在。指挥官终于发现了杀手的真实身份，原来他一直恨之入骨的极域第一杀手，竟真的是自己死了10年的哥哥。话说楚尘为了打消杀手组织对他的怀疑，不得不去执行刺杀齐卫的任务，可等他再次来到指挥署，才发现这里正在举行葬礼，而瞿青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等着他到来。楚尘带着枪来到葬礼不远的地方，确定齐卫在他射程之内后停了下来，在众多参加葬礼的人群中找到了齐卫的身影。这条命他本该毫不犹豫地取走，可他到底是犹豫了。瞿青眼看着定位器显示的位置越来越近，他立马带着人朝那边靠拢，可楚尘实在是太警觉，他还离得很远，就看到定位器的位置在后撤。等他来到楚尘刚才停留的位置，那平房背后的山坡上只剩那随风摇曳的花枝，像是在冲远处诉说着什么。楚尘已经先一步离开，瞿青低头看到地上有一朵被摘下的白色小花，被放在面朝葬礼的一块岩石上，孤零零的像是在祭奠着什么。瞿青追着定位移动的方向往前而去，重幽是一个人来的，若真硬碰硬不一定是他对手。从前的他绝不会给任何一个异化者留活路，可他却因为重幽的那张脸，第一次大发善心，没想到却害死了那个小奶娃。现在他认为所有的异化者都该死。此时楚尘已经来到了实验室，相较于如何尽快杀了齐卫，楚尘更关心的是齐卫的研究到底是何水平。可他翻过档案柜里面的所有资料，都没有他要找的东西。就在准备离开前往第2个实验室时，一道阴影从门口闪过，有人。楚尘将要踏出门的脚猛地收回，同时抽出了腰间的枪。然而就在楚尘掏枪上膛之时，那道阴影的主人显然也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不再隐藏，而是直接冲了进来。瞿青手里的枪比他的视线更先一步瞄准楚尘。楚尘短暂失神，瞿青怎么会这么快跟过来？他来的路上已经足够小心，按理说不会这么快暴露行踪，但瞿青就好像能猜到他的所有打算。你胆子倒是够大。瞿青咬着牙，从小轩的葬礼到研究所，一会儿是不是还要再去指挥署看看你们上次的杰作啊？楚尘被枪指着，被逼到了实验室最里侧。瞿青迟迟没有开枪，但强势的 Enigma 信息素已经极具攻击性的在实验室内扩散。他没有立刻杀了眼前这个异化者，是因为他还有最后一件需要确定的事。S01长庚认识吗？瞿青的声音冷冷回荡在实验室里，你别顶着这张脸告诉我你不认识。瞿青不敢掉以轻心， Enigma 信息素在实验室中肆意扩散，任凭楚尘再强，他的 Alpha 信息素也不是 Enigma 的对手。楚尘另一只没有持枪的手颤抖着扶住身后的窗帘，他紧咬着唇，嘴角有血丝溢出。相较于被 Enigma 信息素压制的难受，更难忍的是被瞿青所伤的痛。楚尘望向瞿青，看到的却是那能要了他这条命的枪口。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S01长庚是不是在你们手里？徐鑫的质问声被浓烈的恨意含糊。自从接受了反向标记之后，徐鑫时不时就能通过标记感觉到那绝不属于自己的模糊情绪，强烈的悲哀，不知从何而来。他坚信楚晨还活着，而楚晨如果真的还活着，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吉玉的手里，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吉玉那些异化者为什么能模仿出楚晨的样子。徐鑫的信息素越发凌冽，强大的独属于 Enigma 的压迫感，没有 Alpha 能够承受。你在说什么？楚晨在那浓烈的沉香信息素中强撑着，才没让自己倒下去。他目光放得很低，似是不屑也似是不悦。他不用去看，也能从徐鑫的质问中听出那满腔的恨。徐鑫恨他，就像恨着所有的异化者一样。你顶着这张脸，却说连他的代号都不知道。徐鑫仰头笑得仓皇，有泪水控制不住的从他眼角滑落。他不知道，他这一秒的破绽其实是足够楚晨下杀手，但楚晨没有动。徐鑫持枪的手在发抖，湿润的目光满是无法言说的悲哀。楚晨没有多言，只是在沉默中勉强支撑。徐鑫心里的楚晨10年前就已经死了，那就以后都不要再存在了，让他记忆中的楚晨停留在10年前才不染尘，就不要让现在这个双手沾满鲜血，已经数不清背负了多少罪孽的重幽再来玷污。楚晨在徐鑫情绪失控的一瞬，转身朝窗户扑去，找死。徐鑫的目光彻底被怒火蒙蔽，他手里的枪转瞬就对准了楚晨的眉心，这一枪下去，就算是异化者也抵不住。砰的一声枪声响起，楚晨只来得及看到昏暗的窗户闪过一瞬的火光，子弹落在了他的右肩上。而站在楼上开枪的瞿青，却在看到那张脸流露出痛苦至极的神色时，心猛地痛起来。他颤抖的眼神盯上那张呕出鲜血的脸，和记忆中一模一样的面庞，此刻染了血，一双本该清亮的眼眸被痛苦覆盖。他这一枪到底是没了以往的准头。然而就在泪水不受控制的模糊瞿青眼眶时，楚晨挣扎着起身，他不顾肩头的伤，翻身滚向旁边的树林。等瞿青追下楼去，只看到了地上残留的血迹，指向研究所正门的方向。他从定位器中看到楚晨往城边的方向逃去，绝不能让楚晨拖着这一身的伤逃走。异化者失血过多的重伤状态下是没有理智的，会像野兽一样趋于嗜血的本能。为了修复所受的伤，没有人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楚晨拖着伤往人少的地方跑，肩上的痛不断提醒他，这枚子弹来自瞿青这个事实，10年未见的想念，最终被这战场之上的锋芒相对击碎。楚晨从未想过瞿青会成为他最大的威胁。瞿青追着血迹，一直追到了城郊的一条河边，他望着那浅浅的河滩往下游走，翻过几座山就是吉玉的地界。可瞿青却望向了上游，他不知为何突然想起，在他很小的时候，楚晨为了让他能有自保的能力，似乎教过他要往上游走。小区你要是被追杀，往有水的地方跑，无论是血迹还是气息，都会被水流冲散，不会留下痕迹。那时候楚晨是这样教他的，然后往上游走，留下痕迹也无所谓，走一段距离之后再返回水源，最后回到来的那一侧岸边。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这能给你最多的逃生时间。瞿青停在河岸边，脑海里是楚晨曾经告诉过他的这些话，鬼使神差的，他没有往河对岸的下游追去，而是沿着河岸上行。他想要赌一把，但却每一步都走得异常沉重，像是怕自己当真赌对。瞿青沿着河岸没有走多远，就在上游发现了几滴新的血迹，那血迹才留下不久，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凝固。瞿青的心在那一瞬猛然一滞，为什么这个吉玉的异化者在受伤的时候不本能的往吉玉的方向逃，而是要躲到上游？为什么这个伪装成他哥哥一般模样的吉玉第一杀手，却连这些习惯都能做到如此相似？瞿青的脚步顿住了，有那么一瞬间，他竟是有些不敢再追上去。那个模糊的答案他不敢去触及。楚晨的确是按着自己的习惯往上游走，他在等瞿青往吉玉的方向追去。可楚晨失血过多，意识已经逐渐有些模糊，对鲜血的渴望越来越明显，脑海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叫他折回去，叫他去赌一赌自己在瞿青心里的分量，告诉瞿青自己的身份，或许就能得到那带着 Enigma 信息素的血液。那卑劣的叫嚣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随着鲜血的流失，身体似乎越来越冷，深一脚浅一脚的步伐都逐渐变得虚浮。就在楚晨快要倒下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前面临河的小路旁有几个孩子围在水边，似乎是在用瓢舀着鱼虾，没有任何威胁的小孩子，足够他修复这一身损伤的血，只需要几口这身伤就能被修复，他就能逃离追杀，完全摆脱现在的劣势局面。楚晨痛苦不堪地猛摁住肩头的伤，那是瞿青射向他的子弹。10年，他已经变成瞿青都不敢认出的样子，满手鲜血，一身罪孽，跟当年的暗网最高执法官，所有人心目中的那个长庚，大概已经判若两人了吧。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顽劣的小男孩站在河里，似乎是想要咬到更深处的鱼虾，但他站得太深，一不小心就被冲得失去了重心。就在那孩子溺水之时，楚晨竟是来不及思考的拖着一身伤上前，将那孩子从水中捞了出来。小家伙显然吓得不轻，在楚晨怀里奋力挣扎。楚晨忍着伤口的剧痛，把那孩子带到了安全的岸边，他该放手的，然而那本能的对鲜血的渴望，却让他想要紧紧抓住这已然唾手可得的血源，咬下去就有活路了。楚晨眼中的神色逐渐迷茫，可抱住那孩子的手却握拳掐向了自己掌心，几乎是在他跪于河岸的一瞬。瞿青循着孩子的哭声赶了过来，重幽。瞿青在看到楚晨已然神志不清的眼神落在怀中那个被吓哭的孩子身上时，手里的枪再次抬了起来，可楚晨却在听到瞿青的声音时，像是泄了最后的力气倒了下去。瞿青不会让他杀人的，他可以不再拼命控制自己的本能了。他那双浸透了自己鲜血的手不自知地伸向瞿青，那不自知溢散而出的淡淡沉香信息素在浓重的血腥味中浮沉。楚晨意识不清的想要靠近，却已经连靠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不逃了，认命般的跪在那血泊之中。瞿青的目光变得迷茫，为什么重幽会往上游走？为什么他待了都足够血液流成一滩的时间，却迟迟没有对那几个孩子下手？
为什么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的不合常理？杀了我！楚尘的声音太轻，带着无尽的悲哀。小渠，杀了我吧！瞿青在听到这个称呼的瞬间，连心跳似乎都骤停。小渠这个称呼，瞿青已经有10年没有听到过，只有楚尘会这么叫他。瞿青持枪的手猛烈地颤抖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极狱的杀手会知道楚尘对他的称呼？他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人，神色动摇，那张熟悉的面容10年未有任何变化，与他记忆中一模一样。但他记忆中的楚尘从来都是桀骜不驯的，无论发生什么，都总是从容地站在他面前，为他挡下所有。可现在倒在他面前的人却狼狈不已，鲜血混合着泥污，沾染了那张本该一尘不染的面容。不可能，楚尘怎么可能变成异化者呢？瞿青在心里疯狂地否定着，但他的心脏却不受控制的剧烈抽痛。楚尘已经失血太多，逐渐失去意识，他朝瞿青伸出去的手正无力地缓慢垂落，不能让他死。这个念头骤然出现在瞿青脑海中，占据了他的全部。他握住那只将要垂落下去的手，一把将楚尘紧紧抱在怀中。楚尘，是不是你？瞿青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楚尘模糊的意识察觉到自己是被瞿青抱在怀中时，眼角滑落下一滴清泪。对鲜血本能的渴望让他在瞿青怀中无意识仰头，他的唇齿就在瞿青颈脖边上。Enigma 信息素带着安抚的意味无声扩散，同鲜血一样，对此刻的楚尘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瞿青感受到了那微弱的气息拂过自己颈脖的皮肤，他自然知道楚尘想要做什么，但这一次瞿青没有推开楚尘，反而是将他抱得更紧。必须要救这个异化者，无论他是谁，都不能让他死。瞿青等着剧痛落下，等着血管被撕裂，等着混合了 Enigma 信息素的血液涌出来。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楚尘轻衔着那处皮肉，像是在瞿青颈项落下一个轻的不能再轻的吻。瞿青分不清楚尘是不愿还是不能，但他再没有丝毫犹豫，低头用刀割破自己手腕，鲜血汩汩涌出。喝下去，给我喝下去！瞿青的声音从强硬到哀求，你别死！温热的鲜血涌入楚尘唇齿间，然而瞿青似乎是觉得这样还不够，强大的 Enigma 信息素扩散而出，将血腥味都冲淡。别死，你不能死！瞿青在发抖，说出的话都带着颤意。他不顾反向标记，将沉香信息素以最温和的方式释放。他不能接受这个人死在自己的面前。强烈的意愿驱使 Enigma 信息素在空气中剧烈扩散，腺体似乎早就开始蔓延开隐隐的痛。但瞿青顾不得，他的思绪和信息素一样逐渐变得混乱，极度不理智的只想将眼前的人不顾一切的留住。楚尘恢复意识的第一眼看到的是瞿主清眼中的泪，那双含泪的眼混乱的看向楚尘，满眼都是哀求。可楚尘却在恢复意识的瞬间将瞿青推开，他察觉到了空气中越来越混乱的奇难沉香信息素，那是易感期的前兆。Enigma 的易感期远比普通 Alpha 更来势汹汹，而且没有专用的抑制剂可以控制。可在瞿青坠入易感期的混乱时，楚尘的第一反应是逃。